嘿，你好，欢迎回到 Axton。今天啊，我们来完成一个既有挑战性又有启发性的任务。我们来使用开源的 AI 开发平台 DeFi 创建一个高质量的 AI 翻译助手。同时，我们可以学习一种可以应用于不同平台的通用的方法。虽然现在的 AI 翻译比传统的机器翻译呢提升了很多，但是依然不够令人满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习一种新的方法来提升翻译的质量。这种方法呢，就是 AI 界大神吴恩达老师最新开源的反思工作流。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种让 AI 对自己的输出结果进行思考并进一步改进的方法。反思工作流它的具体的步骤呢，实际上就是3步法：先让一个 AI 进行初始翻译，打一个草稿，然后再让第二个 AI 呢去挑毛病，然后再让第3个 AI 对草稿进行最终的优化，形成最后的翻译结果。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团队作业呀，3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嘛。这个过程不仅能够提高翻译的准确性，还可以让翻译呢更加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在上期视频当中啊，我使用 Code 平台来实现过这个翻译的工作流。今天啊，我们将使用另外一个 AI 开发平台 DeFi 来再次的实现这个工作流。我们可以通过这次实例来学习到如何把同一套思想、同一套工作流在不同的平台当中实现。这就好像我常说的电影《神鞭》当中的台词啊，鞭没了，神还在。神就是你的思想、理念和方法，而鞭呢就是工具。所以啊，就算主角的鞭没了，但是呢，他很快又能成为一名神枪手。在 AI 开发当中呢，掌握核心的方法要比依赖于特定的工具更为重要。这种灵活性可以让我们能够去适应不同的平台和不同的工具。DeFi 呢是一个开源的 AI 智能体和工作流开发平台，可以很轻松的创建聊天助手、AI 工作流等等。它跟 Code 的主要区别呢，就是首先 DeFi 是开源，而且可以本地部署的。比如我现在的这个 DeFi 就是部署在本地。其次 DeFi 使用到的这些 AI 模型呢，它使用的是你自己的 API Key。所以如果你要用 GPT 或者 Cloud 这些模型的话，你需要自己给 API 充值。当然 DeFi 它支持很多模型啊，大家可以去按需来选择。好，那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呢，你将会学到如何使用 DeFi 来快速的创建一个反思翻译工作流来提高翻译质量。第二，如何使用 DeFi 工作流的迭代功能来针对长文进行分片翻译，突破 AI 模型的4K 输出上下文的瓶颈。第三，反思翻译的工作流的意义在哪里？仅仅是为了翻译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长文分片翻译的效果。这段英文呢是一个30分钟视频的脚本，它有6551个 token。我们就让咱们的工作流去把这一段翻译成中文。点击运行，然后把文本粘贴过去，然后我们设置一个最大分片的 token 数，给它输入1000，也就是说只要超过1000的 token 就开始分片。好，开始运行。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了6片，现在正在翻译第1片。因为每一次翻译都是要经过3轮，可想而知它会经过很长的时间，所以这段我们就加速过去了。好，完成。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长文翻译之后的结果。看到最后一句，这确实是这个脚本的最后一句。然后我们把翻译结果拷贝下来，看看它有多少个 token。好，翻译成中文之后，它是有8914个 token。那关键的几项数据呢？昨天我已经发了个推文，30分钟字幕文本6551个 token， 用的是 Cloud 3.5 Sonnet 的模型，切了6片翻译，耗时6分钟，耗费$4.8美元，所以成本还是不低。但是你可以用更便宜的模型去尝试。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实现反思翻译工作流的核心流程，也就是用3个 AI 来完成翻译工作。那工作流呢，我会把配置文件分享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导入到你的 DeFi 里面就可以用了。视频后面我会告诉大家如何去获得工作流的配置文件。在 DeFi 里面呢，我们不但可以创建各种应用，包括聊天助手啊、智能体验工作流等等，我们还可以创建自己的知识库，以及创建自定义的工具，或者使用系统内置的这些各种工具。那么当你第一次使用 DeFi 的时候呢，你需要去设置你所选用的 AI 模型，就在我们的模型供应商就可以选择你所需要的模型。大部分的模型配置都相当简单，就是点击设置，然后输入一个 API Key 就可以了。DeFi 的界面上它也会告诉你如何去获取不同的模型的 API Key。那这边呢，我只配置了2个，就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也就是 Cloud， 其他的都没有配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去进行选择。那我们要创建我们自己的工作流呢，就是来到工作室，然后点击创建一个空白应用，
在空白应用里面呢，我们就会看到 DeFi 有4种应用：聊天助手、文本生成以及智能体 Agent， 它可以自己选择工具来完成任务。还有就是工作流，那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它的工作流的功能。那我的频道的老朋友呢也知道我比较关注于工作流这一块，像其他的工作流平台 Make 呀、Zapier 还有 Coz 我都做过相应的视频。那我们今天就从它的工作流开始。创建的过程很简单，起个名字，输入个描述，就可以创建出一个空白的工作流。那今天呢，我就直接用我创建好的这个工作流来给大家讲一讲。这就是核心工作流的一个全貌。咱们刚才已经讲过，反思翻译它的核心步骤呢，就是3步法。第一个 AI 做初始翻译，打个草稿；第二个 AI 挑毛病；那最后一个 AI 根据草稿以及第二个 AI 给出的建议呢，来做出最终优化的翻译结果。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这3个 AI。我们就从第一个节点开始看起。点击节点之后呢，窗口的右边就会出现这个节点的详细配置。那首先我们这边有输入的字段，我们有4个输入字段。这4个输入字段就是原语言、目标语言、原文本以及国家地区。那这几个字段的目的呢，就是给你一段原文本，然后它的原语言，然后让你翻译成目标语言，这个都比较好理解。指定国家地区的目的呢，就是你翻译的目标语言呀，要适合于这个国家地区的习惯。比如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它的习惯就是不同的，所以你可以通过指定国家地区呢，来得到更为精准的翻译效果。当然，这个字段不是一个必填字段，这所有的4个字段里面，只有原文本是必填的。那其他这2项，如果你不填呢，我们就会按照缺省的语言来进行翻译了。这就是下面这个节点的作用，它对你没有给出的参数呢，给一个缺省值。原语言和目标语言，如果你缺少了这2个参数呢，那么原语言就设成英文，目标语言就设置成中文。当然我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不大可能会缺少这些参数，但是你要做一个可以实用的工作流的话，你就必须要考虑到可能出问题的情况。那这个节点就是一小段的代码节点了。DeFi 的代码节点呢，支持 Python 和 JavaScript。当然这些代码我们也不用自己去写，这里面用到的代码都是非常简单的代码，交给 ChatGPT 或者 Claude 去做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同样它输出的结果呢，也是一个原语言和目标语言。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初始翻译了，打草稿的阶段。那首先就是模型选择，那这边我实际用的时候选的是 Sonnet， 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贵的模型，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就可以选便宜的模型，比如海库，属于又便宜又比较好的一个模型。然后下面就是给到 AI 的系统提示和用户提示了 ，System Message 和 User Message。提示就来源于吴文达老师的开源的项目，但是我们在写这个提示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把它的变量要设置好。比如初始翻译的系统提示就是你是一个双语专家，你的专业就是把它从一个原语言翻译成目标语言。那这边原语言和目标语言因为是2个变量，我们就需要从我们的节点当中去选择，不能直接输入。比如我们设置原语言打一个反斜杠，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节点的输出列表当中去选择了。那这边的原语言就来自于我们前面的这个设置缺省值的模块的输出，也就是这个 source lang 这个原语言这一部分，点击就可以。好，那后面的变量都是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设置。那下面 user 的提示也很简单，就是说你需要把它从原语言翻译成目标语言，然后呢不要有任何的解释，然后原语言对应的原文本是什么，然后再让你给出目标语言对应的翻译文本就 OK。这是整个系统提示和用户提示的内容。当然这个内容大家不用去记它，在我分享给大家的配置文件当中都有。你还可以在下面去添加更多的消息来进一步的控制 AI 模型它的输出，我们暂时不需要。好，这边视觉呢，其实我们用不到视觉，我们只是在做翻译，可以不要。输出变量我们只要记一下就行了，这边是不能改的。输出一个文本的变量，这就是这个 AI 最终生成的内容。这就是初始翻译，同时也是 DeFi 里面对大语言模型对 AI 的一个配置的一个界面。剩下所有的配置界面都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 prompt 不一样而已。好，接下来之后呢，初始翻译打了草稿之后呢，有一个条件分支。这个条件分支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指定一个国家地区来让你的翻译的结果呢去符合这个国家地区的语言习惯。我们可以指定也可以不指定，那指定不指定它2个的 prompt 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我们需要一个条件判断。同样我们就添加一个条件分支的节点，然后在这边配置它的条件呢，就是开始节点的 country 如果是不为空，那么就执行 if 后面的这个节点。如果开始节点的 country 是空呢，那相当于它不符合这个条件了，它就会走到 else 这边去，也就是走到它的下一个节点去。
那我们直接看上面的反思翻译这个节点就行了，它也是一个 AI 模型的节点。同样，我们首先是要选它的 AI 模型，然后这边的系统提示和用户提示就有些复杂了。系统提示的第一段跟前边的打草稿的翻译 AI 是一样的，关键是第二段是说我将会给你提供一个原文本，然后以及这个原文本的翻译，而你的目标呢是来优化提高这个翻译。那下面就是给他了具体的任务。好，我们把这个任务翻译成中文。你的任务是仔细阅读一篇原文本，以及从原语言翻译成目标语言的译文，然后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有益建议，以改进翻译。最终翻译的风格和语调应该与目标语言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口语中使用的风格相匹配。那这一段就是这两个反思翻译的节点的区别所在。下面的这个反思翻译节点呢，就没有这一段，其他都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后面就是说给你提供的信息都是由 XML 标签来分隔的。首先原文本，然后就是翻译草稿。那下面就是呢，你在撰写建议的时候需要根据以下几个标准：准确性、流畅性、样式、术语等等。最后要求你列出具体的有帮助且富有建设性的改进建议清单，每个建议都针对一个特定的部分进行。这就是整个反思翻译的用户提示。那这边同样我们只需要把它的变量放到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比如原文本就是从开始节点来的原文本，然后翻译呢 translation 这块呢就是从初始翻译的输出 text 输出，初始翻译的输出就是这样的。那下面同样我们不需要视觉，这就是反思翻译的部分。之后呢，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变量聚合器呢？因为这是两个分支，它们都会输出不同的内容。但是 DeFi 的整个工作流呢，它还是一个串行的过程。这两个节点在每一次的工作流的整体运行当中，它只会运行一个，不会两个同时都运行。那么不管是哪一个节点，它运行输出的结果呢，我们在后续的流程当中都是同等对待的。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变量聚合器来把它们合并成一个变量，给到后面去使用。这就是这个变量聚合器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给它增加了两个变量，点击加号就可以增加更多的变量。比如第一个就是上面的反思翻译带 country 的输出，第二个就是反思翻译不带 country 的输出。那这两个变量聚合在一起，最终给出一个输出结果。所以只要是任何一个变量它有结果，这个结果就都会被传递到后续的流程。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三个 AI 节点了，优化翻译。它的目的呢，就是根据前面翻译的草稿以及反思翻译提供的建议呢，来给出最终优化之后的翻译。它同样是一个语言模型的节点，所以这边配置都是一样的。我们还是选模型，然后配置它的 prompt 配置提示，系统提示跟第一个初始翻译的系统提示一模一样。然后用户提示呢，跟反思翻译那块也是大同小异，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你的任务是仔细阅读，然后编辑从原语言到目标语言的翻译，考虑专家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批评清单。同样，这些信息呢都由 XML 标签给到你。这是原文本，然后翻译草稿，专家建议。那后面就要求你在编辑翻译的时候呢，要遵循以下的标准。最后要你只输出新的翻译内容，其他的内容请忽略，不要输出多余的解释等等。这就是它的系统提示和用户提示，其他的配置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那最后一个结束节点就是把优化翻译之后的输出结果再输出到一个 translation 变量里面，整个工作流就完成了。所以整个工作流的主体呢，实际上就是这三个 AI： 初始翻译、反思翻译，然后优化翻译，中间就是一些简单的辅助节点。好，我们可以运行起来，找一小段英文来看看效果。点击运行，然后我们直接把原文本输到这就行了，其他的地方都不用管。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走到了下面。好，翻译完成，看看效果。DeFi 的运行界面呢，其实很方便大家调试啊。除了结果这边详情，这就是这个模块它的输入输出，还有一些元数据。那对调试最有用的呢，就是追踪，它会把每一个模块的输入输出都给你排列在这儿。比如我们去对比它的翻译效果呢，我们就到优化翻译这边吧。因为优化翻译这边呢，会给输入给它原始的草稿的翻译，它输出的结果呢，就是最终的翻译内容。好，这一部分就是它的原始翻译，我们看一下。太阳正落在山后，将天空染成鲜艳的橙色和粉色，微风轻拂树林，带来盛开花朵的甜美芳香。远处一只鸟唱着挽歌，告别又一个美好的日子。原始翻译也很不错了。这是原始翻译，我们来看一下优化后的翻译。太阳正沉落在山后，将天空渲染成鲜艳的橙红色和粉色，
轻柔的微风在树林中沙沙作响，夹带着盛开花朵，阵阵甜美芳香。远处一只鸟啼叫着悠扬的挽歌，为即将过去的美好日子画上句号。这个优化后的翻译是不是文艺范儿十足了？好，这就是反思翻译的3步法的核心部分。那么我们要把长文分片该怎么做呢？这就是我们长文分片的一个整体的工作流，也就是我们在视频开始给大家演示的那个工作流。这个工作流呢，才相当于是完美的复刻了吴文达老师的开源项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长文进行分片翻译呢？有2点啊。首先第一点，现在的 AI 模型呢，虽然它的 token 上下文窗口呢 200K、128K 等等都很大，但是它的输出一般都是在 4K， 所以你超过 4K token 的一个文章，它就没有办法一次性的输出完成了。这就是你在使用 ChatGPT 也好，或者使用 Cloud 也好，你会经常要写让它去请继续，它才能把一个完整的文章给你输出完成。那这种方式呢，对于你单独使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它就没有办法去融入到你的其他工作流里面去了。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把一篇文章分得稍微小一些，比如说1000个字左右的一片，去让 AI 翻译呢，效果会更好一些。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隐患，就是你的切片的地方如果在连接到一起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语义不完整。那这就是之后优化的事情了，我们先不用管它。在讲长文分片工作流之前呢，先给大家讲一下如何获取到前面一个核心工作流的配置文件。在 DeFi 里面呢，这些应用啊，它都可以导出为一个 DSL 文件。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作流就可以把它导出成一个 DSL 文件，这个 DSL 文件就是这个工作流的配置文件。你只要在你自己的 DeFi 里面把它导入，就相当于完整的复制了这个工作流。那前面这个导出的文件呢，我已经放到了我的网站，大家可以进入 xtnew.ai， 点击这里的注册免费福利课程，只需要输你的姓名和邮箱就可以加入到我的免费课程里面。如果你已经加入过了，那么直接在这边登录就可以，入邮箱密码，然后提交，然后找到 X 的免费课程，点击 Access Now 进去之后呢，在这边的 GPT and AI 智能体的这个章节下面呢，我们就会看到 DeFi 反思翻译工作流的配置文件，点击上面就是一个下载文件 download 的标志，点击把它下载回来，这是一个压缩包，然后我们解压缩，双击解压缩以后呢，就会生成一个 DeFi 反思翻译核心工作流扩展名是 YML 的文件，我们只要导入这个文件就可以。我们进入到自己的 DeFi 工作室，然后我们选择导入 DSL 文件，然后把刚才下载的文件解压缩的这个文件给它拖到这边，点击创建，好，这边就创建出一个跟我那个一模一样的一个工作流了，所有的信息都有。好，这就是如何导入配置文件的过程。我们回到我们的长文分片这一块，看看它多了哪些内容。第一步，既然是长文分片，那么多长我们就要分片呢？所以我们就需要设定一个阈值，超过多少字我们就要对这篇文章进行分片处理了。因此呢，第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有个判断过程，该不该分多少片，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一部分完成的事情了。那判断之后呢，就会出现2种情况，一种是需要分片，一种是不需要分片。那不需要分片呢，其实就跟我们刚才的那个工作流一样，我们只要直接去调用原来的那个工作流就可以了。关键就是需要分片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根据分片的数量来多次的调用我们前面创建好的反思翻译的核心工作流。那这边呢，就是要用到 DeFi 的迭代功能，也就是一个循环功能。那后面都是我们比较眼熟的，整理一下输出结果，然后把它合并到一个变量当中，最后输出。所以这边的关键就是在2块，一个是分片的部分，一个是迭代的部分。好，那我们首先看开始节点。开始节点前面4个参数跟之前的都一样，唯一多出来的就是一个 max tokens 最大分片 token 数，也就是说超过了你在这边设定的 token 数之后就进行分片。同样我们需要设置一个缺省值，万一没有给呢，那 max tokens 的缺省值呢，我们就给它设到800个 token， 超过800个 token 呢就对它进行分片了。所以关键就是这一段你需要一段代码来去判断原文本它有多少个 tokens，它是有没有超过你设定的最大 token 数，如果超过了，它该怎么去分片？那这一部分的代码呢，主要就是来自于吴文达老师的开源项目，大家可以直接借鉴吴文达老师的开源项目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关键需要学习的一点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编程人员，你如何让 ChatGPT 或者 Cloud 这样的 AI 来给你写出一个可以正常运行的代码？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比较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掌握的。那这一块呢，我就用我跟 Cloud 的交互过程呢，来给学员们
一点一点的展示。代码执行完成之后呢，它会输出2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是分成了多少片儿，每一片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这个自然就是一个数组了，一个字符的串的数组。有多少片，这个数组里面就有多少个元素，每一个元素里面的内容就是我们该需要翻译的文本。那么为了方便呢，这边也输出了一个变量就是是不是需要分片，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真假的一个变量。那因为 DeFi 里头没有真假的这个数据类型，所以我们就把它选成一个 number 就行了，数值型就可以，1就是真，0就是假。那么我们同样就是需要一个条件节点了，我们需要来判断一下到底需不需要分片。那判断的条件呢，就是前面这一段代码输出之后的是否需要分片的这一个变量。如果它等于1，就表示需要分片；不是1，那就是不需要分片。所以如果它需要分片呢，我们就会走到上面分片翻译的这个节点了。那这一块呢，就是 DeFi 的一个迭代节点。DeFi 的迭代节点呢，它做得很形象。本身对于迭代节点的设置，它倒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首先就是要输入一个数组，那这个数组的为数呢，或者说这个数组的元素的数量呢，就代表着你的迭代次数了。然后这个数组的具体内容呢，实际上就是你要用到你的这个迭代里边的这一套工作流的输入内容了。比如我们创建一个新的迭代，看看是什么样子。如果创建一个新的迭代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配置过的迭代就是这样。首先它需要一个输入变量，一个数组的变量，然后输出一个变量。那中间呢，你就可以自己添加节点，然后做一个子工作流出来。那在我们的工作流当中呢，我们中间的子工作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做好的那个核心工作流，我们直接把那个工作流当做一个工具拿来放在这儿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把刚才的那整套工作流全部创建在这个里边，也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它的迭代节点：输入一个数组类型的变量，它的迭代次数就取决于你这个数组里面的元素的个数，输入数组的元素的值就可以用于你的内部的子工作流的输入。输出变量同样是一个数组，就是你的迭代内部的子工作流的最终输出，所以用起来还是很简单。那这样呢，当我的长文比如说分成了6片之后呢，实际上我就是要把中间的这个反思性翻译工作流来给它循环的调用6次，每一次翻译其中的一段分片。那最后因为整个迭代的节点它输出的也是一个数组嘛，而我们需要的呢是把所有的这些分片翻译出来的最终结果呢合成一块，成为一个完整的文档。所以这边我们需要用到一段代码来对它的结果进行合并。那这个代码也很简单，直接让 ChatGPT 给你写，没有什么问题。那下面这个节点的整理输出呢，其实也是对前面反思型超级翻译它的输出结果的一个整理，把多余的信息删掉，只留下最终翻译的文本就可以。好，这边的变量聚合器呢，我们在前边核心工作流里头已经见过了。我们的目的就是把这2条路的输出给它放在一起，统一成一个变量，输出到后面的节点。那后面的节点其实也就是一个结束节点了，就把最终的结果输出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整个长文切片的工作流的一个过程。总结下它的重点呢，就是你对分片的一个判断。那这边呢会要用到 DeFi 的代码节点。我们重点要学的呢，就是作为一个不会编程的人，我们如何使用自然语言去让 ChatGPT、让 Claude 这些 AI 帮我们写出能够正常运行的代码。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DeFi 的迭代节点，其实它本身并不很复杂，大家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掌握。还有就是一些更简单的代码，我们怎么样把前一个节点的输出给它整理成我们最终所需要的格式。好，以上就是我们用 DeFi 重新来实现了文达老师的反思翻译工作流的全部的过程。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 Axon， 带你用实战解锁 AI 与自动化的商业价值。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请帮我点赞、评论、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让 AI 成为你手中真实的力量。